有，我是 Paul Lu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台湾的 Beatmaker， 曾经在北流分享过曲样的教学。如果你点进这支影片想要开始制作音乐，但不知道从何开始的话，这支影片我会教你如何透过曲样的编曲方式，运用你的审美来反转传统做音乐的逻辑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我上一支影片的作品。这首歌背后完全没有用任何的乐理。我做音乐已经8年了，但从来没有学过乐理。有很多人问我不会乐谱，我不会弹钢琴，不会弹吉他，真的能写歌吗？我都会回复他们说，我觉得你会听音乐，有你自己的品味，我觉得你一定就会写歌。因为在曲样的世界里，我们不会弹音符，我们会用剪辑、编排、重新组合的方式来做音乐。那什么是曲样呢？曲样的核心逻辑，我会定义为是选品。网友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棒。他说：“你不需要创造音符，但你是在为这些音符寻找它的家园。”比如说，你买了一张爵士的黑胶，它可能是50年前的某位爵士钢琴家的作品。那这位音乐人已经都帮你把乐理处理好了，他在这张专辑上都已经把他喜欢的和弦录制下来。你们的任务不是要去拆解每一个和弦，或是整首歌的和弦进行，而是要去发挥你的审美，去寻找说这段声音它适合放在哪里。就像是做料理一样，你不需要真的会去种植这些食材。但是你是厨师，你需要处理这些食材，可能要切片啊、剁碎，再去处理这些食材，看它需要用炒的或是蒸的，然后在过程中去实验出属于你自己风格的调味。这就聊到了曲样最迷人的地方，也是我最上瘾的部分，就是拆解跟重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也许一般大众第一次听到一首歌，他们听到的是旋律跟歌词，但是对我而言，作为 Beatmaker 一个编曲家，我的耳朵可能会进入到解构的模式，我会开始去听这首歌，它里面有什么零件，有什么元素在里面。比如说它的主乐器是吉他或是钢琴，这首歌的人声很空灵，又或是很激昂，或是这段乐器带有一种忧郁的颗粒感，或是脏兮兮的颜色。然后在分析一首歌的过程中，我觉得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累积出你自己的音乐品味。像我的话，我会有一个模式是寻找曲样的时候的品味，另外一个模式是单纯身为听众的品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 Beatmaker 会一直疯狂的收集 sample， 无论是去国内外的黑胶唱片店挖各种唱片，或是在网络上寻找一些数位的音乐，还有 Tracklib、Splice， 他们都有一些没有版权问题的音乐。因为对我们用曲样来制作音乐的人来说，这些音乐就是我们的乐器，各种不同年代、不同风格，还有不同音质、录制方式的声音。然后艺术最神奇的时刻，我觉得主要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重新排列组合，一个是调变，一个是叠加各种不一样的曲样。重新排列组合，简单来说就是拼贴。你把第一个和弦接到第3个和弦的后面，或是重复第1个和弦2遍，或是只使用了第30秒的和弦就完成了一段loop。之后的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手法的知识跟小诀窍。那再来聊聊你制作音乐的工具或是取样的武器。那第一种类型的话就是数位，大家都知道的数位工作站音乐编曲软体。那第二种的话是类比，那大多数是实际做出来的机器或者说硬体。在以前电脑编曲软体还没有成熟起来之前，大多数的 Beatmaker 都会使用机器来创作。编曲软体的话也有非常多种，比如说我在用的 Ableton Live、FL Studio、Logic Pro 等等。那这些 DAW 数位工作站以你自己的喜好为主来挑选。那类比的器材来说，我觉得有太多选择了，每一个机器它们都有自己的优势跟缺点，我就不再一一分享。主要我会推荐的就是 SP404 MK2 跟 MPC 系列，包括最新出的 MPC Sample，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机器。OK， 那我举个例，快速制作出一首 beats， 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。刚刚我已经找到我的曲样了，那我现在要来重新排列组合我的曲样。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分割成不同的段落。
想要把全部的 pitch 一起调低。第二步，我通常会把我选好的鼓来录制出我自己的 pattern。然后第三步，我会边播放我的 drum loop， 然后去实验说哪一个 sample 组合适合这个 beat。录制完成了，下一步我想要给它加一点效果，让它更 lo-fi 一点。OK， 今天的 beats 就做到这里，我会把完整的 beats 放在片尾，还有我的 Patreon 上面，大家可以下载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有看到最后的大家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希望这些内容有帮助到你。无论你用的是 SP404 或是 MPC 或是用电脑编曲，别让不会乐理这件事情当做你的理由，消灭了你对做音乐的热情。OK， 现在就去找找看你喜欢的 sample， 开始制作出你的第一首 beats 吧。我们下次见 ，Peace。